的表情你应该看出来了，我今天是你的报喜鸟。你是说我们2本杂志要合并，合并以后还要补体，主编还是你啊，李木子。我是想说，Joanne 其实比我更合适做这个新主编。你说什么？你想把这把交椅让给别人？是这样的，这段时间的生活让我对事业和家庭的权衡有了一些新的想法。我想我会对自己未来的生活和工作做一些新的安排。你还是你吗，李木子？如果在10年前你坐在这儿告诉我，你就想当一个贤妻良母，我拦都不会拦你。我记得我们是说过的，你觉得一个女人活着，她应该活着自信，活得精彩。其实以你个人的性格，孩子啊，你说你人生走哪一条路，我都说不上来。哪条路更合适你？哪条路对你来说更好，或者是更坏？但既然你选择了这条路，而且都拼到现在了，你就这么随便的去放弃，你不担心以后你会落得2手空空吗？ Miss Dunn， 其实我这段时间也有想到你，这么长时间你对我一直这么好，你是我的 icon。但真的，20年，你中间有没有后悔过呀？你看到别人享受天伦之乐，恩恩爱爱的，你有没有担心过你自己一个人将来老了怎么办呀？当然有。我是个人，而且还是一个女人。但是我刚才已经跟你说了，既然我做出了这样的选择，我会义无反顾地走下去。我想一个人不能用自己大半辈子的时间来为自己的老年生活打算吧？你说是不是？那要是再给你一个选择呢？我同样选择现在，因为我知道另外一种生活对我来讲不合适，也许我会更无法忍受。木子啊，我再给你3天的时间，你好好的想一想。不用了，你再给我3天时间，我会做同样的选择。这是到昨天下午3点为止，你在我这边的所有交易流水清单啊，你看一下，如果没问题的话就签个字。明天我就把你账上所有的资金转给你，那我们的合作就到此为止。没问题，对你我还不信任吗？来，谢谢。不只希望我们以后不要再见面，也不要再通话了。你是我的客户啊，你要求取走在我这边所有的资金，我不能有任何异议。但是没有人可以规定我和谁见面，谁不见面，谁通话，谁不通话。木子不可以，你也不可以。你觉得这种东西可以拿来交换吗？我只是害怕，我害怕自己会越来越认真。男人时间越久，就会有厌倦的感觉。可是女人时间越久，就有依赖。我不知道我自己是不是在你无聊的生活当中，只是一个你比较聊得来的人而已。不是，你不是，你不是。对我来说啊，精神领域的交集，它虽然只是生活上一些琐碎的小事情、小感觉，但是如果能够彼此找到共鸣，那它比肉体欲望那个兴奋点还要高。就像你所说的，
要找一个聊得来的人，比找一个人上床那困难多了。我们两个想的应该是一样的 ，right？ 他找过你了，是不是？是啊，下午打电话给我，让我把他摆在我这边的基金都还给他。我已经还给他了，而且我还告诉他，让他不要理会你对他说的话。木子，真的说实在的，我有点受够了。这些日子你给我的这些有形无形的压力，真的让我喘不过气来。你说要结婚，我答应；你说非要孩子，我也答应。多少次到医院里面用那种奇怪的方式受孕，我都配合了。孩子生下来之后，你说你要急着去上班，没时间带孩子 ，OK， 我来带，我都做了。在你的条件诱惑之下，把九安介绍给我认识，我接触了他，我觉得他是一个很有趣的人。可是，在你认为我已经越过了你的底线，现在你又一声令下，要我断绝所有的联系。木子，我是男人啊，我不是你的提线木偶，我有我做男人的尊严。如果你意识到的话，那就让我们先分开一段日子，给彼此一个互相喘息的机会，好吗？你是我老公，是我丈夫啊。我们结婚之后，这生孩子、带孩子，配合老婆安顿好自己的家，是你天经地义分内该做的事情啊。而且每一件事情都是和我在你有商有量的前提下进行着的，是不是？有任何一件事情是我逼迫你做的吗？没有吧？生孩子的痛苦经历，我都只字不提，但是吃药、打针、手术、受苦的是我的身体。因为你生了个大胖儿子，我也没见着你后悔莫及啊！你多少事情、多少问题都是我在帮你解决的啊！你的前妻、你的女儿、你的妈、你妈的亲戚、亲戚的亲戚、亲戚的朋友，多少事情，包括你的基金客户，谁在拉着呀？我帮你拉这个基金客户，不是为了提供给你用来调情、用来提高你自己的肾上腺激素的。我今天还把这个新杂志的主编位子给推了，为什么？为的就是我希望我能把自己的注意力集中回我们这个家、孩子身上，为了我们之间的关系能够更稳固，为了我们的孩子能够更健康的成长。我为这个家做的所有的努力，所有的牺牲，你眼睛长这么大，你没看见啊？没有人要你牺牲的，没有。你看，现在你不开心，我也不开心啊。这叫稳固，这叫健康吗？我再告诉你，你现在做的所有的事情，都是为了你自己在想。好了，洛天，我们不要争了，好不好？我不跟你争，你也不要跟我争了。现在既然你这里提出有问题，你把问题说出来，我们冷静下来，把解决问题的方法给找出来。最好的方法我已经想到了，那就是我搬出去，我暂时搬出去，我一个人，找回我们原来保持的那种距离感。晚上你带孩子，白天你就把他送到我那边来啊，我来带。我要是不同意呢？你今天回绝 Miss Dunn， 还有回绝当新杂志主编职位这个决定之前，你有没有经过我的同意啊？谢了。洛天，你是不是真的爱上Joanne了？你要是真的爱她，
你要放弃我 ，OK， 但你老实跟我说，请你诚实告诉我，是，我是喜欢上他，你是喜欢上他了，但是我没有忘记，我手上戴着我们的结婚戒指，我也没忘记我对你的承诺，所以我可以老实的告诉你，到目前为止，我只是跟他吃饭、喝茶、聊天而已。洛天，你知道当时我选你做老公为什么？你和其他男人都不一样，我以为你已经是活了一把年纪了，该风流的早已经就风流过的了，你完全已经是可以做到一个成熟完美老公的阶段了呀。怎么可以在这种时刻你突然爱上另外一个女人了？洛天，你已经和你的女儿解释过一次为什么她爸爸会离开她的妈妈，到了另外一个女人的家里。你真打算将来再跟你的儿子说一遍同样的故事吗？你这样做男人是不是也做得太失败了？我只是觉得一场婚姻几十年，我们不能再像以前农业社会那样，这一辈子认识的人不超过100个人。我们要遇到的人真的是很多很多很多，就谁能保证我们这一辈子不会再喜欢上新的相识呢？但是发乎情，止乎礼，所以我再告诉你一次，我没有做过对不起你、对不起这个家的事情。止乎礼？Joanne她是个止乎礼的女人吗？她要是不止乎礼，你还能止乎礼？洛天，你是我的老公是个男人，你装柳下惠啊？你想好分居的后果？